就2天哦，每个国人蒸发6万块台币的这一波，从1980年代以来最大升幅啊！货币贬值利于出口，货币升值利于进口。一个60%以进口 GDP 为主的经济体，我们的货币一路狂升，而且2天跌将近10%，2000亿美债瞬间萎缩到1800亿的价值啊！美国人要我们短期30，长期28，赖清德绝对是短期28，长期26，这家伙膝盖长在脸上，直接往地板上干，你讲干你靠啥？看下去，美国人跟罚救我！台湾的出口跟汇率无关，你要讲大声一点啊！非关税贸易障碍，那不就是货币，就是汇率操纵？总统公然扯谎，什么主人养什么狗？一堆以美人买美金，怎样？股神巴菲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原本在32，5月2号就已经掉到30.82了、哦。那时候大家就很疑惑啊，我们从32.12一度掉到30.58，然后呢再跌，哇，这一崩了。到了5月5号的时候呢，来到了悬崖边，当时来到30.7，这一开盘啊一路掉，再跌，最低价位有到26.9，这也太逆天了吧？那有人说台币升值是好事啊，怎么会是坏事呢？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价这是什么反应。一度在10点的时候大跌，今天开盘的时候20870点，盘中一度啊跌到20324点啊，也就是说盘中一度跌掉了500多点、啊，但是后面呢又开始拉，为什么？因为台币后面又拉一根上来。为什么台币跟台股有这么高的联动性呢？因为很简单，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型导向经济体，我们的 GDP 有60%是在所谓的出口的部分啊、哦。然后我跟大家讲，更扯的来了，现在夜盘呢已经都升到了28了、哦，对我们当然是跌啦，其实应该叫升啊，升值。然后晚间央行有出来说明，杨总裁说的真的是他妈的超级无敌屌。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有强调说，我们会避免新台币的过度波动，然后如果为了避免这个，我们会进场干预。那很明显的这2个交易日并没有这样现象，为什么这一次选择让这个汇率放手升成这个样子？因为在早上的时候，彭博社就坐不住了。大家知道彭博是专门做财经多嘛？彭博的它原本标题叫做 Taiwan dollar jumps about 5% in biggest advance since 1988， 1988年，我刚好1988年生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标题我说吓一跳，哇哦，我出生以来最夸张的一次吗？结果后来彭博社马上再改稿，因为呢市场止不住疯狂升值啊，直接改成 since 1980s 1980年代。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是，我们一直强调说，外汇市场是供需哦，市场供需决定。请问台币什么时候没做汇率管制？台币一直都在做汇率管制，我们长期维持相对较低利率，因为我们60%GDP 靠的是外销，而这一波你这样玩，真的会出事啊！按市场供需决定什么意思？就是央行摆烂，如果照这样央行摆烂，台币会一直升值啊！因为就收什么？它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强烈什么？讲了它的强烈的一个强烈什么？升值的预期。升值预期为什么会有强烈升值预期？因为市场对美元有贬值预期嘛。因为川普想要制造业回流，必然要创造美元贬值，才可以保护本土产业。这个时候呢，就要讲一个事情哦。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川普的图谱是什么了。这2个因素很大程度上的决定了外贸怎么去做。关税升高会导致进口的困难，会对出口方造成关税壁垒，所以升高关税也可以保护国内产业。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汇率的贬值也可以保护国内产业。为什么？因为呢，当你汇率贬值的时候，你的台币相对升值，看起来台币升值，那你的东西卖过去美国的时候，你能赚的就变少了，所以很可能就把你的利润就在这当中吃掉了。但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任何国家去配合美国的汇率操纵这件事，就是说让美元相对贬值这件事情。就没想到开出第一枪的是我们吗？就是新台币升值的预期心理非常强烈。那我们又强调的这个就是说是供需来决定。
其实他话中有话哦，市场预期台币要升值，可是呢，我们又强调什么？是供需来决定，什么意思？就是央行不护盘了嘛。你说央行怎么护盘？很简单嘛，市场上台币减少，台币就升值嘛；市场上台币增加，台币就贬值嘛。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怎么做？就是当台币要升值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释出台币啊，就这么简单啊，就往市场抛售台币啊。那当你台币要升值的时候怎么做呢？你啥事都不做，它就升值了，因为美元一直在通膨啊。所以老实讲，这是个很可笑的事情，因为从有历史到现在，新台币一直都是被汇率操作的。结果我们竟然说供需决定，代表央行就2个字：睡觉。当然还有其他可以操作了，汇率是一门非常非常深的学问。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非常懂。但事实上呢，台币升值，事实上相对来说，对我们就是一种崩跌的现象。你看这刘浩翔他做了一个总结，台币升值是预期心理，央行没有参与台美谈判，美国财政部也会要求央行升值，海湖庄园协议不存在，央行不会操纵汇率，但央行并未放任不管，有适度干预，但预期心理实在太大了。央行呼吁市场理性看待汇率变动，你央行挡不下这一波吗？你央行放推还要继续讲，还要继续唬烂吗？你调整后还差了10%，还涨了10%，什么东西啊你啊？你够他小，大家就很关心。央行才刚说3月底外汇存底是5780亿美元啊，当中的80%是美债，然后呢是4624亿美元，光这2天跌掉10%，就剩下4161亿美元。所以你看什么意思呢？我们有4624亿，然后呢乘上10%，462亿美元，就这2天，台湾人的总财产就蒸发了462.4亿美元，配到台湾2300万人，平均每个人手上就净亏了2000美元啊，平均啊。所以我本来说6月关税猛药刚开始会有大倒闭潮，会有大裁员潮，看起来要提前了。如果我们的汇率躺平的这么快的话，这份新闻稿里面有猫腻，简单来说，我有干预，但不多，基本放推，而且波动过度了但是这是个过渡时期，还会继续。基本上，杨金龙央行总裁就在讲这个东西。然后呢，商事喜办的经典我方已与美方对等关税贸易进行首轮实体磋商，在行政院郑丽君副院长、经贸谈判办公室代表杨珍妮总谈判代表率领下，台湾政府团队在美东时间5日要结束与华府对等关税经贸议题首轮实体磋商。会谈期间，双方针对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及台美各项经济合作议题进行广泛讨论及意见交流。所以关税及非关税贸易障碍。好，请问关税是什么？就是川普要的那个非关税贸易障碍，还记得吗 ？Currency 啊，货币啊，就是汇率啊，还要继续说谎吗？他的政府会发个新闻稿公然说谎，虽然民进党好像也是一天到晚就说谎啊，连国际谈判的事情都敢说谎啊，真的有够无赖。我跟你讲，也还有细节会谈气氛坦诚融洽，双方表达强化台美经贸合作共同期待，也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双方产业经济带来更多机会。双方同意就各种议题继续磋商，以寻求共识，探讨进一步深化合作。什么意思？什么都没谈成，只是有继续谈下去的善意，这叫互惠互利。还没谈成，货币先贬10%叫互惠互利。然后我们伟大的89洗地大哥啊，哎呀，好奇怪一堆的以美的人买美金，而且还买在32.5、33，笑死人了。现在怪美国逼台湾政府涨台币，原来台湾可以救美国啊！还有一堆没有美金存款的也骂台湾政府真搞笑，而且买人民币跟 A 股啦，反正有动荡也要怪你们美国啦。北七啊，不懂的东西硬要讲，又洗地，天天翻车，你的组织打你脸，你知道吗？赖清德宣示什么？做美国再工业化的好伙伴，台湾可以帮助美国再工业化。没有美金存款骂台湾政府，废话，一个人撩2000美元光美债赔多少啊？没签就已经放推10%了，那签了还得了？所以台美根本没成交。现在要是汇率没贬值的话，可能连上桌都没机会。而且要达成川普关税核弹下的台美经贸协议，台湾恐怕牺牲更多啊。那我们都知道，以民进党的谈判功力啊，除了退让加码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招式，简单2字就叫投降。再来更好笑的来了，我们的赖施公晚上真的忍不住受不了了，紧急开了个记者会。首先是这一波新台币升值，主要是外汇市场预期心理所造成，跟杨金龙讲的一模一样。
样的废话，国难当前，然后还在说，哎呦，这是外汇市场心理预期造成的哦。而形成市场预期心理的第一个原因，形成市场预期心理因为去年是什么？台湾整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因为台湾经济太棒了，都是我民进党干的太好了啦，民进党干的太好才会外汇升值的，你知道没有？废话，台湾以前也经济奇迹啊，请问汇率有这样暴升吗？达4.59%，创下3年来最佳的表现。他很得意，为什么？因为他赢过了蔡英文。在川普关税政策后所修正的各国2025年经济成长预测来看，在亚洲4小龙里，香港、韩国、新加坡都是下修，只有台湾是从2.7%上修到2.9%，甚至比日本的0.6%。那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美国制裁中国啊，导致的转单效应造成的。还要好，台湾经济表现。所以你现在是看不起日本的吗？哦，经济太好，这2天经济突然暴升一波，所以升10%。那去年经济好，为什么去年没升呢？这个经济数据是2024年的耶。那为什么2024年没有升值啊？为什么2025年的5月2号跟5月5号2个交易日升值了10%啊？良好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努力打拼的扎实基础。这也显示，虽然台湾不同产业间竞争力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台湾的经济体制仍然强韧良好。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能当饭吃的话，那市场也不需要数字了啦。第二，新台币汇率升值。好来哦，所以第一点说是因为经济太好，赖清德拿八炯论点来解释给大家，难怪赖清德这么喜欢八炯，爱死八炯了。外资讲的是31块耶。ET 图在做假新闻，外资放假消息，他完全忽略一件事情啊，星期五是32块。第二个原因是近期外资汇入买超台股，从4月2号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提出后，全球股市都产生剧烈影响。外资买多少？台股曾经一度跌到18000点以下，但也渐渐从谷底回升，虽然历经几次震荡，但仍回到2万点以上。那我问你哦，如果外资这么买，那为什么今天一路盘中跌了500点？台股不是外资回流，是市场重新反弹。来，有没有？距离峰值22000点，为什么上不去？2025年之前的高点在哪里？是23730点啊，现在掉到20537点，好像装作没看见。6个月以来，台股蒸发了11%了，长期就是一路往下，只是这叫预期性恐慌爆崩嘛。所以爆崩之后回减，做了一些回补。可是你要涨回原本那个有可能吗？继续丧事喜办呢？第三，外汇市场的预期心理虽然影响汇率，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却有许多不实讯息。好来哦，最主要是什么？他最后才开始终于有图穷匕见，企图影响心理。许多政治人物的攻防，所以什么蓝白大罢免，蓝白欠罢，攻防竟能锁定汇率议题进行炒作。谈汇率议题就是炒作，就是恐慌，散布什么？造成市场误导，造成市场误导，非理性预期心理，就是造谣。再次强调，你们不可以毁坏国家，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国家不能先。又来。当他今天那么爽，他今天就是要把今天汇率暴升10%这件事丢给在野党。政党可以竞争，人民不能牺牲。第4件要跟大家报告的是，中央银行以及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都已经证实过，这是台美双方关税谈判，并未触及汇率。这个简直是鬼扯了！我刚才就讲了，彻底的打脸。你已经进行了非关税贸易障碍的谈判，请问非关税贸易障碍的谈判有没有包括 currency manipulation？ 总统亲自抹黑在野党，总统亲自说谎，有这种总统吗？你自己的行政院办公室发出来的声明稿，自己打脸自己，你不觉得丢脸吗？美供应链之间的分工也表示台美之间的供应链可以互利互补所以如果可以互利互补，为什么要台积电到美国投资1000亿？还要送完台积电送联电，送完联电送产业链，每一句话都在扯谎。总统变成侧翼，总统拿侧翼的文章来念而也正因为造成台美贸易逆差的原因与汇率无关。台美贸易逆差的原因不是与汇率无关，而是不只与汇率有关。汇率、生产优势、劳工优势、水电补贴、产业链集中等等的，我们有大量的制造业优势，这叫做机会成本。在台湾生产的机会成本比较低，但美国生产机会成本太高了，没人要生产，这叫生产要素，知不知道啊？高中地理都教过啊，赖医师、赖医书。为什么汇率不能让它波动的太厉害？因为你要长期非常稳定，会让市场形成一种叫做预期心理，这才是预期心理。预期你很稳定的心理，如果你不稳定，那不叫预期心理，那叫市场恐慌。到底搞不搞得懂啊？爱清德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简单的东西有需要教吗？经济学人放了一篇叫做台湾的考验，台湾在中美两强夹缝下危机求生存，贩卖台湾。结果呢，谢金河竟然反批贩卖台湾危机成瘾，强调台湾不会这么脆弱经济学人也变成中共同路人再来，外交杂志，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川普应该遏制台湾，让台湾回到一中立场，台湾恢复到2016年之前的两岸对话，让台湾回到一中的立场。外交杂志也是中共同路人，你们这些中共同路人，你们
完蛋啊！赖清德讲都是对的啊，不准以美知道吗？真的是笑死，妈这整场笑话，没有看过这么烂的总统啊！